大家听说过刺猬索尼克的游戏吗？没玩过的可能也都看过这只蓝色的小刺猬吧。我还记得他穿着红色的运动鞋，戴着白色的手套，跑来跑去收集金色圆环。这游戏又不是谁的童年记忆呢？去年刺猬索尼克还被改编成了电影，登上了大荧幕。然而关于他的故事并不是一直都是积极向上的。在2011年，一个神秘的 Sonic X 游戏光盘开始流传开来，相传谁要是手贱打开了它，就会面临一个恐怖的世界，你将会看到索尼克再也不是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了。这难道是恐怖电影的桥段吗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刺猬索尼克的暗黑版本。1991年，这个超音速蓝色小刺猬的游戏面世，随后便大获成功。虽然它没有任天堂的超级玛丽这么受欢迎，但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杀。然而到了2011年，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名叫 JC the Hannah 的用户，发布了有关于 Sonic X 的游戏故事。可不要小看这个游戏，有人不听劝告，执意要打开游戏光盘，结果事实证明，好奇心真的会害死猫。这位倒霉的孩子名叫汤姆，他很喜欢玩经典游戏，是刺猬索尼克的老粉了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了朋友凯尔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有一张光盘和一封信。凯尔请求汤姆帮他销毁这个游戏光盘，而且他还警告汤姆千万不要玩这个游戏。不过一看到是和索尼克有关的游戏，汤姆还是没能战胜好奇心，无视凯尔的警告。游戏开始后，起初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，游戏页面也和之前的版本相同，但很快就变了样，背景变成了血红色，开始播放了毛骨悚然的音乐。游戏的标志像是生锈了 ，Sega 1991变成了 Sega 666。大家都知道666在国外是表示撒旦恶魔的意思，非常的不吉利。要我说，到了这里，汤姆就应该关上电脑，因为绝对没好事会发生。但汤姆可不这么认为，他只想玩游戏。然而此时的索尼克也变得相当的古怪，他的样子很扭曲，血红色的眼睛发着光，索尼克的微笑也一下子变得邪恶起来，一看就不怀好意。但汤姆坚定地选择了继续游戏，而且游戏过程并不顺利。汤姆照理来说是老玩家了，玩起来应该得心应手，但在这个游戏当中一共有3个关卡，汤姆不管是选择了 Tails、Knuckles 还是 Eggman 博士，最后都分别被恶魔版的索尼克追捕并杀死。奇怪的是，游戏页面还会出现对话框，你好，想和我一起玩吗？你太慢了，想再试一次吗？不过这些都还不是最恐怖的。游戏结束之后，汤姆转身发现了有一只索尼克毛绒玩具正盯着他看，眼睛里面流着鲜血。有传言称汤姆被吓得精神都不正常了，最后选择了自杀。据说寄给汤姆光盘的凯尔也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，他也有可能已经遭遇了毒手。所以有的人生忠告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凡事别太好奇，小心会惹祸上身啊。Sonic X 也被称为 X 或简称 EXE， 以后看到这几个名字，大家就知道了，指的就是暗黑版的索尼克。他自称为神，没有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恐吓无辜的玩家，然后杀掉那些不听警告、执意要玩 Sonic X 的人。据说恐怖索尼克的技能更是无所不能，他不仅可以破坏视频游戏，还可以将其扭曲，然后随意穿梭于游戏与现实之间，给玩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折磨，最后不堪重负而死。比起正常版本，恐怖索尼克的外表略微有些不同，他的毛发是深蓝色的，没那么光滑，更加蓬乱一些，而且他的爪子又黑又尖，笑起来也很不自然，尤其是锋利的牙齿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家伙。最明显的要数眼睛了，乌漆麻黑的，眼珠子还闪着红光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吃人了。从性格来看，暗黑版本的索尼克 X 完全是个残忍的虐待狂，因为他拥有控制现实的能力，一旦发怒就会变成一只扭曲的怪物。X 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他崇拜索尼克，所以要把自己创造成为偶像的另外一个暗黑版本。X 以反复杀死人类为乐，其实他只是想看看自己能否利用人类做一些什么，这种控制感让他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。然而刚才讲的汤姆并不是唯一的倒霉蛋，在恐怖索尼克的传闻当中还有一个故事，那就是一个名叫德里克·格林的年轻侦探，他正在调查关于未知实体所犯下的谋杀案，对方正是 X。然而在追踪过程当中，德里克的姐姐也无辜失踪了，德里克这才意识到这是 X 对他发起的袭击，他开始沉迷于案件，变得越来越偏执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德里克发现这些谋杀案件都与一个秘密邪教组织有关。在揪出该组织之后，德里克在一台电脑当中找到了一个名叫 X 的文件，原来受害者都是收到该文件的人。德里克很愤怒，立刻摧毁了它，但为时已晚。该邪教组织防止意外发生，早就制作了多份游戏磁盘副本，谁都逃脱不了 X 的魔爪。最终，德里克也变成了恶魔的牺牲品。所以，索尼克 X 不仅能够飞离地面，穿梭于游戏和现实当中，还能创造黑暗的幻觉，迷惑他的敌人。在德里克的故事当中，索尼克 X 甚至操纵了邪教组织，控制技能又上了一个层次。其实这个恶魔表面上看着没什么武器，但实际上，索尼克 X 的嘴巴是个黑洞，就会张嘴吸走人类的灵魂，让他们人间蒸发。
那么，这个被诅咒的游戏真的存在吗？索尼克真的会从游戏当中蹦出来，坐在床上死死地盯着你吗？放心吧，这跟大多数 Creepypasta 的故事一样，都是互联网传说罢了。不过就是刺猬索尼克有知名度，又被添加了恐怖游戏的桥段，引来了许多网友的关注。自从 Jesse the Hyena 的用户发布第一个故事之后 ，Sonic X 就迅速走红，收获了不少粉丝，还衍生出各种后续故事、讨论组、插画等等。看来大家都对离经叛道的内容很感兴趣嘛，反正我也是一样。一正一邪摆放在我面前的话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暗黑血腥的版本。你们也是一样吗？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们听说索尼克是来自去年的同名电影，这个蓝色的音速小子又来了一波回忆杀了。索尼克最大的特点就是跑得快，不仅如此，他的语速也很快，像是个话痨。但是也是因为这个，索尼克的节奏太快了，有时候会很孤独，所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。看来有能力的人都是孤独的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其实如果找不到同类朋友，那为何不尝试放慢脚步，等一等别人呢？当然，刺猬索尼克是一部主要面向儿童的电影，孩子们看到的是活泼可爱的索尼克，没有这么多大道理。但我们能够体会到的，还是会有童年的回忆和感觉。毕竟现在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，越长大越孤单，越孤单越想念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可惜现在大多数人的人际交往只限于线上，线下见面就完蛋了，社恐一枚。所以手机党、低头族随处可见，就连餐桌上也都是滑手机的人。有时候想想，现在信息更新迭代的太快了，好像都没有时间停下脚步，好好看看周围的风景，和好朋友们聊一聊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喜欢什么经典的游戏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看看有没有戳中别人的记忆。如果你们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那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